大家好，我是看得起豪宅的叔，在温哥华看了几套豪宅，从30万到3000万加币，他们都建议我处女套。我说我拿不定主意，听屏幕前的你们这些股东的帮我参照参照，如果你们觉得行的，就给我点暗号，我让他们在价格上帮我关照关照。第一套，对，是第一辆，是一辆 RV 的房车。远看有势，近看有致，占地面积和一套豪宅4卧差不多，价格只要30万加币。看外观还行，内部是2房2厅1卫，前脸保持着大奔的传统造型，整体的高度呢，以我身高作为参照物，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个层高，目测3米多是有了吧。支出的部分把这个空间进一步的拓展，后面这个支架你不要小看它，在温哥华一个滑雪圣地，你的滑雪板设备甚至是自行车都可以装置在这里。最上面发现没有，拉来之后它就是个遮阳帘。废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进入到室内，验证一下这辆 RV 的房车是否是秀外慧中。来，进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空间还凑合呀，比我想象中要大一些。在这块是一个 U 型的迷你沙发，同时呢还有这个遮阳帘，这遮阳帘是需要拧的，你发现没？安全性就是比较的好。我有个细节可以拉出来，好，可以收进去。这是我昨天晚上做的功课，一些清洁用具以及清洁用的纸巾在这都是全都安排了到位了。整体的碗柜你会发现这里边会有一个内部有个沿，全都给你卡住了，所以它得减少它的晃动。我认为设计非常不错。这个冰箱可以双向打开。什么叫双向打开？我们在日本的时候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设计，它的设计就很好。Lay down。另外可以这样，可以把菜打开，双向打开就是这么来的。上面的也是，看一下，可以这么打啊，也可以这么打，都可以。在里面就是洗手间，这有个单独的淋浴房。这个单独淋浴房上面还有一个纯自然的采光，是不是挺哇塞啊？然后这马桶就在这儿，洗手台在这儿，设计的就非常的紧凑。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啊。不过啊，这房车可不算是麻雀，算上一个中大型的老鹰的这种感觉。那30万起步，享受温哥华的生活，这种生活是不是你们想要的？那咱们就继续整下一套，Go。第二套它来了，身处北温的双拼独立屋，面积有1700多个平方尺，3房3厅4卫，总价只要170多万。废话不多说，咱们这就开始。这套房有2个车库，一个是这个露天的，一个是这个室内的带卷帘门。除了这俩车库，这儿呢还有一个阳光架空层。另外下面还有一个台球案子，这应该是咱们很多国内的朋友比较喜欢的款。地面的铺装没有用这种浮土，都是用这种石材和地砖。另外下面呢是一个地下室，有点暗，咱就不下去了。整体这边是一个户外家具，另外还有一个火炉。这个取暖的话，经常用吗？经常用的，因为温哥华雨季比较多嘛。这边很多都是木质的贴面，这个应该是温哥华的特色吧。据说这块是主地震带，用都是一些木质式的结构。那咱们正式进入到室内了。先是一个4人的圆桌，再是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没有像国内豪宅那样有一个自由的隔断，会不会油烟让全客厅都能闻到呢？整体的操作台是这种 U 型的设计，收纳也都做的还可以吧。再是这些蒸箱、烤箱，这里面还有一个水槽，反正该有的都有了。这应该是洗碗机吧？我们看一下，是个博士的洗碗机，生活氛围还是很浓郁的。操作台面用的是水墨石，耐操性还是非常不错的。冰箱是新西兰的飞雪派克，咱就不打开了，老粉都知道，飞雪派克也经常在咱们国内的豪宅里边出现。再是这个空间相对来说比较宽敞，这里边应该做什么呢？应该做一个家庭的 living room。再是一个真火的壁炉，真火壁炉应该是烧燃气的，热度还是可以的啊，这个是个必备。另外这个电视应该是可升降、可调节角度的，也还凑合。我喜欢，你们呢？整个的这个尺度我感觉还是相当的不错，家具的陈设还没有完全的表达出来。如果搬进来，应该还有很多创造的空间。后边还有一个后庭院，直接延到后边的马路街道上，可以有前院有后院，整体还都挺凑合。那咱就上楼，盘盘楼上吧。这也没有电梯啊，全得靠腿儿。然后继续往后走，就是它这儿的主卧了。
主卧的空间也还行，弄得挺人文。这边呢有一个投影仪，那就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了。另外这个窗户虽然不是落地窗，但整体的视野也还凑合。哎，这儿还有个阳台，这阳台比较袖珍啊，挡的是一个绿色的人造树叶，不过往外看的景色是不是也还凑合呀？天晴了，雨停了，是不是觉得自己又行了呀？回到主卧里边，发现一个小的收纳空间，就是这整体的一个衣柜，咱就不打开了啊，万一里边有一些很私密的，这看到不太好啊。再是这块是一个主卫，咱们简单的看一下。哎，主卧看完，咱们再看看其他房间。我的右手边这块是一个儿童房。再往后，这里的房间是一个小书房，仔细瞧一瞧，看你们如果住在这儿应该怎么规划。第二套看完了，很接地气，也很温馨。说实话，我也觉得我行了，但是咱们也可以试试第三套，那个1000万加币那套。那不比较，咱们不知道，过去唠一唠，走着。OK， 第三套房它来了，身处西温，占地面积14000多平方尺，房屋的建筑面积呢是8200多平方尺，5房 N 厅8卫，还有室内的游泳池，总价值要1000万加币。来，走着好好看看。这种建筑大家是不是很熟悉呢？之前我们看的独栋别墅有些这样的元素，那咱们进到室内看一下。这套独栋别墅进来的巨大玄关，比我们之前看的重庆天火岛那期的挑高还要高。转过来就是一个居中的餐台，看上去不素，但是素在这个位置往外看就是它的内庭院的绿植了。回到室内啊，细心的观众是不是发现了这里边的全套家具都是一个品牌，就是芬迪。这个丝绒材质的单边的扶手椅，还有这个书面的一个单人沙发，以及这里的靠垫都是一样的。旁边有一个复古的钢琴。再往里边走就是咱们的餐厅了。这个区域是一个等待餐叙的一个空间，是一个合卫室。这里是一个中岛台，一整面的一个大理石抠出来一个大洞，放的一个它的水槽。因为是一个整块无拼接的大理石，所以它的造价和运费就相当的高了。还有这里，这是一个全木质集成内嵌的一个 Sub-Zero 的冰箱。话说这个加拿大鸡蛋我应该可以，没有速冻饺子就能给它换了。这是一个调料的储物收纳口，所有的调料都可以放到这块，就相当的凑合。OK， 继续来，然后这块是一个 Wolf 的6个灶头的一个灶台，蒸箱、烤箱也都是 Wolf 的。Wolf 这个品牌是1934年在洛杉矶创立的品牌，现在有90年了，专门主打就是一个灶台的堆料和精准控温的一个技术，可以感觉一下。我们现在来到了主卧啊，整个羊绒地毯都是满铺的，另外墙布也都是乳白的，层高也都是无主灯的。什么层高是无主灯的？我有点口误了，不过大家都包容一下吧。最主要我有点小激动，是因为在这个主卧的阳台，我们可以一览这个时刻最美妙的温哥华的傍晚的景色。走着。石门桥在我们的右前方，石门桥的后边就是温哥华的downtown，天际线正是蓝色调，也是温哥华最棒的傍晚。咱们从主卧出来，整个的悬浮廊道一直向前，我的左手边就是各个不同的次卧套房了。这个次卧往前望出去是一个全景的落地窗的景观窗，这个次卧望出去又是一个全景的画框。2楼看完，楼下有个小亮点，这个不得不看，没准咱们之前都没有看到过。走着，这边是一个室内的泳池，泳池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全封闭呢？因为是安全性。下套我可能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OK， 影音室，这个影音室的面积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被沙发环绕，坐下来欣赏你限量款的电影啊，私密的电影，感觉一下是不是就还凑合呢？说好的4套房，现在已经第3套了。我知道你们一定还是不是很满意啊。虽然这是已经是1000万加币的房子，所以请我们的嘉宾 Elfie 给我们带来第4套房子简单的介绍，好吗？来 ，Elfie。好
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 Chartwell。各位小爱大叔的观众们，你们好，欢迎来到Chartwell，这是我们在西湾最有名的一个街区，是吧？豪宅，对啊，豪宅。我估计我们的观众这会儿看完这套房子之后，感觉差一口气，是吗？差一口气，哦，可能需要再顶一点的那种。啊，所以咱们得找一个更顶的。没问题，我这边还有一个差不多3000万加币的豪宅，3000万可以带您去。好，走着。OK， 终于到第4套房子了。这个位置呢是 Southern， 相当于是国内北京、上海那些老胡同或者是南京路啊这种地儿。那占地面积，他们跟我说是18000平方尺。既然已经压轴了，那咱就当仁不让。甭管咱冲不冲吧，把投票交给大家，让大家来看看，这套房咱是不是可以深度的研究一下。主角就是这栋建筑啊，据说已经是100多年的老建筑了。它的改造需要市政府的各种审批，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都已经经过很多繁复的设计和申请之后的一个形态了。这个里边的鱼鳞瓦状的外立面是他们的独有的造型，像瀑布一样铺下来了啊。所有的窗面的玻璃都是100年前的玻璃，换句话说，就相当于这是一个优秀历史保护建筑。这个设计是在 Southern 不是很常见的户型，所以我们就感觉走着。往里面来，这是一个序厅。之前我们在宁波1100平方的超大平层里面曾经看过类似这样的序厅。老实讲，这个序厅并没有咱们之前看的最大的那么大，不过它的空间感、仪式感做的是非常的到位了。这里面有一个钢琴，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斯坦威的钢琴，至少我们在这边可以感受到一些艺术的元素。我们到里边来看一下，这里面是一个正式的起居空间。这个起居空间同样也是比较高的一个挑高，有一个巴卡拉水晶吊灯作为一个悬吊，采光非常的棒。朝西这块呢是一个外飘窗式的一个窗户，在100年前就是这样的一种建筑设计。用现在人的居住来看，是不是也还行的？现在的时间是下午，从西侧洒进来的阳光刚好让整个房间变得比较温馨。主餐厅，来 follow me。那么整体的空间氛围相当的 OK， 非常的有温馨感。那里的窗户，这里的窗户，还有一个这里通顶的一个露台，都是能够让阳光洒得进来。刚才我们说到这儿有个厨房，那么这厨房它就来了。整个的台面在我看来是一个 oversize 的台面，中间有一个子母水槽。那么同时整个的风格属于是白法的风格，让我非得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话，就是老粉都知道没有轨道插座，它的直饮水和碎骨机，直饮水在这里，碎骨机在这里，这样我们的厨余就可以很好的排出去。这里面我会看到一个1000克的鎏金的玻璃。说实话，这种全身镜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有点出乎意料。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在这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全身镜，而且还这么大，而且还金色，而且还是带宽宽角角的，而且带这种各种植物的元素？那接下来我们就到中厨，明显的它的尺度呢会比西厨会略小一些。我们可以看到用的是福格的一个整体的灶台，肉眼可见的有6个灶头，其实也就够了。整体的上面的除烟机看上去跟工业级别很像。一般家用呢，说实话倒很少会用这个量级的产品。把这个上面的盖子打开，上面直接一个煎烤的一个台面啊，直接我们就可以当做铁板烧来弄了。它是个明厨，并且整体的画框的处理视觉上非常的享受，这样你在烹饪的时候就会不那么枯燥。但是我非得要在这挑点刺儿，就是这里面貌似没有空调。中厨出来呢，咱们会看到第2餐厅。这里面就是我们的6人位的餐桌，大理石的旋转的台面。对，还有这里，往外看一下，这就是朝北的一个后花园，秋千吊椅，让你能够感受到，这边是不是就是你的世外桃源了呢 ？OK， 那我们再进到室内继续。厨房看完呢，咱们要上楼。至于咱们能够拍到哪些私密的画面呢？我说的不算。Alfie，有哪些画面咱们不能看啊？小爱大叔的观众来了，我们全部都可以看，尽情欣赏。看还得是亏你们，走着。哇，这个主位，你们看行不行？这主位尺度没有咱们看的那么大，除了颜色系以外，在少有的空间里面做这种间色系的表达。来，
这个金色的龙头以及金色的一些器皿都是这种金色的元素。双胎盆背靠背，这里面的空间利用率就非常的高。咱们继续向里走，就是到了我们这个起居空间。这个起居空间没有像我们以往看到的豪宅那样是一个连通打开的，它有一个隔断墙，这里面的电视墙是可以翻转的，这样我们电视是不是就可以全角度观看？这个卧房朝南的采光窗很常见，但是这种有窗边窗的感觉大家常见吗？不太常见，至少我看的很少。再往前呢是朝南的一个衣帽间，这里面做了很多的白法设计的元素，衣帽间的陈列以及布置，还有它的功能和展示。同时这里面还有2面的全身镜，还有一个半身镜，也让这个尺度空间更加的延展。朝南的主卧完事儿，现在咱们马上看到的是朝北的次卧。这次卧就最不像次卧的次卧，因为采光怎么如此的哇塞！往上看是一个斜屋顶，延续了白法的风格。这个空间你会觉得怎么就会这么大？这里面有1/4的转角窗，有4个横隔断的竖形窗，同时有一个秋千椅放在这里，还是挺阳春白雪了。这个玻璃是100年前的老玻璃，说实话也算是半个文物古董了。这房子改造的时候并没有进行大量的颠覆性的创作，而是保留了原始的窗花和一些细节，透光度是不是还凑合呢？卧床的2侧除了有床边柜，还有床边窗，这在我们的国内的豪宅里面不是很常见，因为它需要有4面临空的建筑造型，才能够让这个功能进行实现。空间感受完了之后啊，咱们就移步到北边的连体阳台。朝北的连体阳台，大家能感觉到这个阳光吗？这是不是像跟朝南的阳台似的？我就没见过这么亮堂的朝北的阳台，这是个误会吗？这里呢还有一个真火壁炉的烟囱，楼下我没有看到是否有真火仔细的观众可以帮我排查一下是否是个装饰性的，我们可以现场确认一下。嗨 Alfie， 跟我们的观众打个招呼。幸亏是你，我们才看到如此相当不错的房子，非常荣幸能够给您介绍。主要我是借观众老爷们的面子才能够参观这样的房子嘛，是不是？是啊。对，上面的这个烟囱是真火壁炉还是装饰性？这个是真火的，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煤气的，它做的这种壁炉，然后你可以真的点着，在冬天来取暖的。所以呢，它完全不是装饰性的。哦。说话咱就要下楼了，地下1层整体过来，先是一个影音室。木色系也很居家，尺度呢适中，大家感觉一下是不是你们喜欢的款呢？整体有大概6个人的座位，地面是羊绒地毯，还有各方面的收音棉。王岩老师，你要看了的话，帮我们评一评，好不？来继续。OK， 这影音室看完之后啊，有一个小亮点，就是这个横门横式的酒窖，是不是这光啊，感觉还有这个陈设是还不错。这里边就是地下1层的娱乐空间了很居家也很私密，这块尺度就还是不错。但如果真的坐在这里，是不是我们得靠吼来产生这个信息的联系，还是有点赤裸。OK， 那我们再看这里，大家是不是以为就是一个天井片面了？这里边是一个步入式的台阶，把门打开之后，你就可以上到刚才我们看到地面。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我的右手边里面是一个泳池，但是我们无法在这个空间直接在这里进到泳池，为什么呢？因为在温哥华有很多的家庭有不止一个 baby，甚至每家都会养不同的宠物，猫猫狗狗之类的，所以为了保证安全性，只有一个安全的通道，它就在这里，走着。但是安全通道的里边，你会先看到一个干蒸的桑拿房。干蒸桑拿之后，那必须得有湿蒸吧？湿蒸在这块按摩的喷头温度的调节、龙头花洒各方面都还凑合。这只是在安全通道设置的一些功能。接下来咱们就进到泳池了。OK， 泳池咱就到了。如果说你们家里面有宠物或者小朋友，你就知道这种泳池的设计的安全性，永远比它的观赏性或者是它的仪式感会更加的重要。如果你们相信的话，希望你们以后的泳池也像这么设计。OK， 几套房全看完了，在意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意料之中是每座城市的房子都会价差100倍，从鹤岗到温哥华，你看都这样。预料之外呢，是这房子里的生活氛围很浓，
除了有数的工作的时段，其他时间我看他们都在 enjoy life， 房车自驾、居家唱 K、人均遛狗，肉眼可见的在认真生活。貌似少点中国速度，但在我看来呢，卷是一种高估的能力，躺是一种低估的运气。如何选择，有的时候需要点勇气。那至于选哪套，这未必越大越好，因为空间是配角，是静态的场域，而生活却是主角，是动态的情绪。OK，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觉得还行，请点赞、关注、转发你身边的朋友。我是爱叔，豪宅就这么回事儿，咱们下期见。看，空间剪的会更加的豁亮。OK， 刚才是不是过了一个鸟？谁天天非得要吃香喝辣？没准一碗粥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这里全集成内嵌的木质的贴皮的 Sub-Zero 的沙发，不对，这是冰箱。对，重新来一下啊！看，又亏你们，我就占便宜了，没准。这边呢？